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北极啊。今天分享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粉红帮》。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印度村庄里，和大多数印度村落一样，这里的女性都有着极低的地位。很多年之前，村庄里出生了一个不寻常的小女孩，她叫纳乔吉。在村里人的眼中，纳乔吉患上了一种不可医治的疾病。她竟然想读书，这样的想法一经提出，就被继母严厉的否决。拿着扫帚，凶神恶煞地告诉纳乔吉：“我可不是你的母亲，要忍受你各种无理的要求。你去上学，谁来打扫房子？你那死去的妈妈应该把你一起带走。”尽管言语中充满了无尽的恶毒，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是纳乔吉的亲生母亲还活着，恐怕也不会答应他这样的请求。不过这并没有消灭纳乔吉想要学习的心。他一个人悄悄躲到一个角落，开始在墙上练习，写一些简单的字。满墙的文字引得无数的妇女围观，他们嘴里呼喊着这个女孩中邪了。村里人甚至请来了巫师为纳乔吉驱邪，但纳乔吉始终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不过是愚昧落后的表现罢了。看着张牙舞爪的巫师，纳乔吉捡起地上的石子，冲着他的面门扔去，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前进的脚步。多年之后，纳乔吉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丽女人，并且在村子里修建了一个隐秘的场所，这里专门支援和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女性，与外界的不公做抗争。不仅如此，他们还会为儿童进行免费教育。村子里的女人们因此十分尊重纳乔吉，称呼她为大姐。而这个像世外桃源一样的群体，他们取名为粉红帮。之所以用粉红当作帮派名，一方面粉红代表女性，另一方面印度没有粉红相关的政党组织，他们的目的是去政治化。既然是帮派，当然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妇女们会被定期组织起来，集中学习有关平权的知识以及训练棍法。此外，他们还会上课学习文化和职业技能，以便帮助女性改变命运。尤其是年轻的成员受益匪浅。一天，一个女人不知道犯下什么错误，正在被婆婆辱骂，让她滚回自己的娘家。女人抱住丈夫的大腿，希望丈夫原谅自己。不过显然她没看懂现在的局面，丈夫揪着她的头发，硬生生地把她拖到外面，随后无情地关上大门，任凭女人如何哀求都无动于衷。在印度，女人被丈夫赶出家门，几乎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如果真的回到娘家，会被视为极大的侮辱。这个对生活失去希望的女人走到一个大桥上，想要一跃而下，结束生命。就在这时，大桥下面的粉红帮成员发现了女人的异常，他们大声叫喊着让女人不要跳，因为这样死去不值得，就连她的家人都不会知道的。女人这才没有轻生。粉红帮的人开始询问女人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女人表示自己已经找不到活下去的方向，你为什么不为自己好好的活一次呢？如果你学会抗争，就能享受生活。粉红帮的人问道。这句话突然点醒了女人，在这之前，她从没想过自己的生命是属于自己的。在粉红帮的邀请下，她来到了粉红帮的基地。刚一进门，她就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读书的不仅仅是男孩，女孩也在其中。女人果断加入了其中，因为除了这里，她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隔天，纳乔吉正在院子里教孩子们识字，村长突然带着一个受伤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原来行政长官断了村里的水电，他们上门理论，却被打成这个样子。无奈之下，村长只好找到大姐，希望她能出手相助。说来讽刺，粉红帮的成员都是村子里生活不下去的女人，如今却要帮助这个曾经赶走自己的人。不过大姐之所以能够成为粉红帮的领导是有道理的，她并不计较那么多。在听到村子里的人们正在因为腐败问题而受苦受难，二话不说，直接带上自己的人来到行政长官的住处讨回公道。在他们到来之前，行政长官还对这个传闻貌美如花的纳乔吉充满非分之想。不过等他真正见到纳乔吉的时候，他完全愣住了。粉红帮的女人们披着粉色头巾，手持棍棒，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交谈无果之后，粉红帮直接把房子用木板封死，以此作为对他们的警告。然而那个寻短见的女人在粉红帮待了一段日子之后，还是想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大姐没有反对，让二当家带着女人来到警察局，希望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让女人回家。不过她的丈夫可不这么想，在警局放肆的羞辱女人，一旁的警察也只是看着女人受辱，并未上前阻止。眼看这条路走不通，他们干脆直接来到男方的家里。二当家告诉男人，尽管你如此的羞辱她，但你妻子还是想回到这里。还没等丈夫开口，他的妈妈抢先回答道，回家可没那么容易，先交出5万卢比再考虑。听到这里，二当家明白了，女人想要回来不过是她的一厢情愿。只听咔嚓一声，二当家打断了男人的手臂，并且警告他们1周之内把嫁妆连本带利如数奉还，否则打得你儿子妈都不会叫。然后带着粉红帮潇洒地离开了这里。
从这之后，女人死心塌地地留在了粉红帮。她叫卡玛丽，是一个曾经读过大学的女人。纳乔吉得知之后眼前一亮，这真是粉红帮真正缺少的东西——知识。不久之后，4年一届的选举即将到来，各地议员都要重新进行选举。村长胖叔也是其中参选的一位。他知道，如果想要顺利当选，必须要获得村民的支持。但是他在村民眼里没有一点威信，这事必然少不了粉红帮的帮助。于是胖叔亲自拜访了纳乔吉，想用建一所女子学校作为交换，希望粉红帮鼓动村民们都支持他。虽然现在的粉红帮也可以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学习的地方，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终究还是有限的。权衡利弊，纳乔吉答应了下来。很快，粉红帮开始在大街上为胖叔粘贴拉票的花报。只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胖叔的儿子竟然在这期间强暴了一名女孩。得知事情之后，女孩的父亲哭着撕毁了花报，愤怒的心情让他甚至迁怒于粉红帮的身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胖叔找到那位村民。只不过他可不是来道歉的，而是告诉村民，这一切都要怪他的女儿。经历了这种事，怎么能说出来呢？以后哪个男人还愿意娶她呢？这样的话，从一个正在参选的政治人物口中说出，简直让人大跌眼镜。他并不在乎村民女儿所受到的伤害。胖叔眼下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儿子和当地最有名的女政客女儿的联姻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他们婚期将至，女政客也来到胖叔的村庄里。女政客一直以来都是为底层人民争取利益的善良政治家。看着他的到来，纳乔吉决定揭露胖叔儿子丑恶的嘴脸，恭恭敬敬地交给他一份胖叔儿子的罪证清单。只不过他没有等到正义的制裁。女政客看了一眼文件之后，轻蔑地说了一句：“5万卢比怎么样？”原来表面上关心穷人疾苦的女政客，私下里和其他政客没有什么两样。就在这个时候，纳乔吉的电话响起，不过他并没有接，而是狠狠地挂掉了电话。原来在他来找女政客之前，就已经让人绑架了胖叔的儿子，而挂断电话也正是行刑的暗号。果不其然，胖叔儿子的耳膜被打破，浑身是伤，侵犯女孩的作案器官也被摘除，就这样被抬到胖叔面前。没了那个东西，女政客的女儿是不会幸福的。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粉红帮的势力已经如此之大。女政客一气之下离开了，在村口遇见了村民们，看着正在质疑的村民，他以为是在和自己打招呼。正当他想要予以回应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村民欢呼的对象是他身后的纳乔吉。这个瞬间也让女政客懂得了这个粉红帮在民众心里的地位。不久之后，女政客主动邀请纳乔吉来到自己的家里做客，她同样提出了要用女子学校来换取粉红帮的支持，但是这次纳乔吉拒绝了她。他已经看清了这个伪善的政客，并且决定自己要参加今年的大选。自己的理想和心中的抱负不能只依靠他人之手来实现。自此之后，纳乔吉开始四处奔走拉票，甚至登上了电视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访谈之中，他毫无避讳地说明了自己参选的原因，那就是为妇女和低种族人民争取一个平等生活的机会。不过女政客开始玩阴的，不仅把上上下下的高官贿赂了个遍，还联合村长胖叔，想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纳乔吉。好在大姐身手敏捷，这才幸免于难。而粉红帮里的其他女性也不好过，她们其中的一位成员甚至被买通的未婚夫亲手毒死。等到大选结果宣布的那一天，女政客毫无悬念地当选了。不过这还没有结束，她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粉红帮。作为一名老道的政治人物，女政客很清楚，只要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那么她的统治便不会安稳。于是她命令手下带上枪支，要把粉红帮一网打尽。好在这群妇女们拿着武器英勇反抗，加上纳乔吉早就在暗中安排好了记者，揭露女政客伪善恶毒的一面，这才让女政客的诡计没有得逞。最终女政客被判入狱，而纳乔吉也没能逃过牢狱之灾。临行前，他嘱咐二当家带好粉红帮，自己则把理念带进了高墙之中，继续发光发热。不久，粉红帮建立了学校，无论男女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电影至此结束。影片根据印度发生的真人真事改编，尽管电影中粉红帮解决问题大多依靠暴力，但是在那个不公平的世界里，暴力就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时至今日，这个名为粉红帮的组织仍然存在，他们仍然坚持身披粉色头纱的传统，用自己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在他成立的15年时间里，已经拥有了超过40万的支持者，他们的领袖更是以极高的呼声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相信终有一天，世界会变成像他们所希望的、憧憬的那样美好。本期的故事到这了，小伙伴们，下期再见，拜拜。